5月28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舒尔茨在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法国支持乌克兰使用法国提供的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包括俄罗斯导弹发射基地和其他用于攻击乌克兰的军事基地。马克龙指出，乌克兰不应打击俄罗斯的其他军事或者民用目标。不过，马克龙在新闻发布会中没有明确限定具体的名单，这可能意味着是否属于可打击的军事目标将由乌克兰决定。而另一旁的舒尔茨呢，态度则有限，值得玩味。他表示，只要乌克兰使用西方提供的武器在规定的国际法框架内，德国就承认乌克兰有权根据国际法保护自己免受俄罗斯的打击。看起来舒尔茨的这一番话似乎是在支持乌克兰，不过国际法似乎并没有定义现在这种情况，因为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都没有向对方宣战，因此舒尔茨并没有明确说明是否允许乌克兰使用德国武器对俄境内目标进行打击。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利用北约禁令躲在国境线之外，不断地骚扰乌克兰，给哈尔科夫方向的乌军造成了很多麻烦。外媒将此情况比喻为在拳击比赛中绑上了一只手。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是否解除对乌克兰武器的限制成为了西方国家讨论的焦点。加拿大外交部长梅兰妮·乔利在5月29号表示，加拿大对使用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没有任何条件，加拿大不反对乌克兰使用加拿大提供的武器打击俄境内的军事目标，包括 AIM-7、AIM-9 用于 AIM-120 的地对空版本，同时还有4万多发的155毫米炮弹，以及其他的军用物资、车辆、武器。同时，波兰国防部副部长塞扎里·汤姆奇克也表示，波兰对乌克兰在俄罗斯的军事目标上使用波兰提供的武器也没有限制。波兰在23年向乌克兰捐赠了14架米格29，该机型呢也是乌克兰空军的主力。目前，乌克兰已经在该机型上集成了北约的先进武器，包括 AGM-88 反辐射导弹。同时，波兰还是乌克兰装甲的最大援助国，曾经向乌克兰援助了600多辆的坦克和装甲车，以及大量的苏式的火炮和弹药。除了加拿大和波兰，刚刚加入北约的芬兰也表示要力挺乌克兰。芬兰外交部长艾琳娜·瓦尔托宁表示，芬兰没有对其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设定特殊限制，因为芬兰假设它将根据国际法使用，和德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0个国家表示支持乌克兰使用他们提供的武器，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没有限制的情况下打击俄罗斯领土上的军事目标，包括英国、法国、瑞典、捷克、波兰、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荷兰和加拿大。与此同时，作为北约老大哥的美国也正在加紧对乌克兰的限制解除工作。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访问乌克兰时曾经说过会对政策进行适当调整，而不久之后，美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表示，由于拜登政府的政策，乌克兰人无法自卫，并领导一群议员向五角大楼致函，要求美国取消武器限制。然而，即便到了5月28号，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辛格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依旧非常明确地表示，美国反对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不过，虽然从法理上来说，乌克兰无法使用美国的装备打击俄罗斯，但事在人为。比如，韩国也禁止向交战区交付武器。但是，韩国通过向美国提供炮弹，再由美国将自己的炮弹送给乌克兰这种方式，在乌克兰最艰难的一段时光里，提供了近40万发炮弹。未来美国会不会也通过这种转赠的方式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也让我们拭目以待。5月29号，瑞典政府向乌克兰提出了自俄乌战争以来对乌克兰的第16次军援，这也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军事军援计划，价值为133亿瑞典克朗，约合11亿美元。瑞典国防部指出，乌克兰的装备需求仍然很大，俄罗斯目前正在多个方向向乌克兰施加压力，正在加强对军事和民用目标的空袭，因此瑞典这次的援助旨在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在防空部分，瑞典将捐赠数量不明的 ASC-890 飞机。ASC-890 是其在瑞典空军的特殊变体，其商品名称呢应该是萨博340。
该飞机属于电子侦察机，和鹰眼的圆盘状天线不同，萨博340在机身上配置了一台固定天线，它能够在机身两侧提供120度的视野，能够检测350公里内的飞机、巡航导弹等威胁。瑞典国防部称 ，ASC-890为乌克兰提供了对海空目标进行雷达侦察和战斗指挥的全新能力。乌克兰远程识别和打击目标的能力将得到加强。除了飞机本体，瑞典还将提供雷达侦察和空中指挥的培训以及其他技术设备。不过，这次转让导致瑞典的防御能力是暂时下降了。瑞典将通过购买一架额外的 S106全球眼，以及已经提前下达的2架新的全球眼解决。为了进一步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支援计划还包括了 RB-99空攻导弹。这其实就是美军的 AIM-120，这些导弹既可以用于对空空作战，也可以搭配之前援助给乌克兰的陆基发射系统，当作陆基防空系统使用。值得一提的是，瑞典国防部在声明中暗示，这批导弹是美国转赠的，这也侧面印证了大兵之前的猜测。而在陆地方面，除了乌军急需的155毫米炮弹外，瑞典还会捐出所有的 PBV-302装甲车，以帮助乌克兰组建新的陆军单位。PBV 是瑞典语的简写，直译过来非常直白，就是装甲履带车。302式履带车是瑞典在冷战时期装备的一款高机动步兵战车，重量只有14吨，可以携带11名成员，包括车长、司机和炮手。其主炮为一门20毫米的 HS-404 机炮，该武器使用高爆弹药，经常被用在防空上。北约装甲车和战机有很多都装备过该武器，例如英国的喷火式战斗机。当然，对于地面上的无装甲目标，该武器也有极佳的效果。在1960到70年间，302式装甲车经历过多次升级，使其能够携带伯夫斯 BILL 反坦克导弹，加强了其对重装甲的攻击能力。在停产时，瑞典共生产过约650辆302。如果这些装备能够全部保存下来，并且送给乌克兰，那么足以为6个满配的47旅提供机动装甲力量。29号，俄罗斯急需在利普奇方向进行小规模的推进。一位乌克兰营级指挥官表示，俄军正在使用摩托车和全地形车等轻型车辆，在赫里伯克附近集结人员，以使步兵靠近前线。可以看出对于现在的俄军来说，有没有装甲已经不重要了，反正被乌克兰无人机盯上，都难逃厄运。既然这样，不如都使用摩托车，别把鸡蛋放在一个筐里，避免出现那种几个人坐在一辆运兵车里，然后被乌军一锅端了的情况。同时，这也侧面印证了之前有士兵称俄罗斯北方集团军缺少装甲力量的说法。而在恰西夫亚尔，乌克兰总参谋部报告说，俄军最近在恰西夫亚尔以东和东南部取得了小幅进展。有视频证据显示，俄军已经在恰西夫亚尔东南部的伊万尼夫斯克和恰西夫亚尔东部的延伸城区内推进。目前可以查证的是，俄第98空降师和第200摩托化步兵师正在该区域作战，该地区的乌军面临着不小的压力。不过好消息是，美国提供的军事援助已经开始抵达前线。5月29号，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米哈伊洛·波多利亚克表示，美国提供的军援已经开始抵达前线，并且正在逐步增加，估计仅需要数周就能完全运抵乌军前线。不过他也表示，最近一段时间俄军的进攻可能会愈加疯狂，以图在美国军援完全抵达前线之前，尽量的取得战略性的突破。不过从目前来看，俄军虽然保持着进攻，但是难以切实际性的逼迫乌军产生大规模后退，所以大兵认为在2周以内俄军是难以取得战略性突破的。不过可以对某些战略要地形成合围，比如恰西夫亚尔。印度空军将接收首批16架光辉 Mark 1A 型轻型战斗机，这是印度4代半战机光辉的最新改型。这批飞机是源于2021年2月印度空军向印度斯坦航空公司订购的价值66亿美元的83架光辉 Mark 1A 战机。相比于原版1A 的升级主要是在5个方面，
包括用有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取代了以前的手动扫描阵列雷达，一种新的集成了保护干扰器和任务计算机的电子战系统。同时，得益于新的航电系统，光辉 A 战机能够适配更多的武器，包括印度的 Astra 导弹以及英国的先进短程空空导弹。最后呢，光辉 A 还增加了空中加油功能。不过，根据该公司的解释，空中加油功能正在进行测试，可能要等到第2批的光辉 A 战机交付时才能试装。之前有新闻爆料说，光辉战机的驾驶舱过于狭窄，据说经过这次调整，光辉的驾驶舱能够与90%的印度空军飞行员兼容。5月27号，波兰国防部已经签署了一项购买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 JASSM-ER 巡航导弹的协议，协议价值约7.35亿美元。波兰国防部表示，该合同与波兰最近以10亿美元从美国购买4套基于气球的预警雷达系统，以及购买 F-35战斗机有关。俄罗斯国防部在5月28号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乌克兰战争证明在前线的远距离打击能力至关重要，而波兰采购的 JASSM-ER 导弹射程约为1000公里。这使得波兰可利用其上周订购的芭芭拉浮空系统对远程目标进行打击。波兰采购了4具芭芭拉，将部署在波兰东部和东北部边境，可以期望把侦测范围扩大到300公里以上。波兰国防部长卡米什表示，这次订单涉及了数百枚导弹，将在2026年开始，并在5年内完成交付。意大利计划成为欧洲最强陆军。根据防务新闻报道，意大利正在筹备一项涉及了1000辆装甲车的采购案。该采购案是目前欧洲最大的采购案，价值约合54亿美元。今年早些时候，意大利军队和当地国防巨头莱昂纳多和意大利伊维克国防车辆公司达成合作，完成了对该国陆军的升级计划。该计划被称为 A2CS。采购预选名单包括了德法联合研发的全机手装甲车、贝伊系统的 CV90 以及德国莱茵金属的山猫。A2CS 计划呢，打算订购16种不同配置的车辆，包括了战斗、反坦克、侦察、120毫米轻型坦克、防空以及各种特金车辆。目标是到2027和2028年生产20辆原型车，并在2029到2041年之间交付。A2CS 计划呢，是意大利正在进行的2个车辆采购计划之一。第2个呢，是从 KNDS 购买豹式坦克，该坦克将在意大利组装。意大利最近还与德国和法国签署了双边防务合作协议，为意大利参与坦克合作计划奠定基础。朝韩互射气球，这是今天第2批有关气球的新闻了。同时还有一点重口味。5月28号，朝鲜向韩国发射了一波含有排泄物和垃圾的气球。根据韩国联合通讯社的报道，随着数百个气球开始降落，韩国军方部署了生化核反应小组和炸弹处理单位，以收集这些物体进行详细分析。他们没有发现重大损坏或者任何危险，但是该事件仅就其影响范围而言，足以令人震惊。根据韩联社报道，朝鲜发射了大约260个气球，从边境到首都，再到韩国南部320公里以上的大片地区。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表示，朝鲜的这些行为显然是违反了国际法，严重威胁到了我们人民的安全。我们严厉警告朝鲜，立即停止其不人道和粗俗的行为。联合国军司令部也表示了不满，称大规模部署带有粪便和其他污染物的垃圾气球会对当地居民造成伤害，并且违反了停战协议。朝鲜表示，他正在对本月早些时候一名叛逃者发射的宣传气球做出反应。该叛逃者向朝鲜发射了20个气球，并且散发了30万份传单。事实上，使用气球当作武器，即便是在现代战争中也不算罕见。由于气球的成本极低，而且有不确定性，如果携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会造成无法忽视的影响。在俄乌战争中，乌军也曾使用过气球携带爆炸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进行打击，一些气球被俄边防部队击落。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发表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